大家好，今天从地里挖了一些野菜，在我们这边给这种野菜叫黄荆菜，不知道朋友们那里都叫它什么呀？这种野菜营养丰富，味道鲜美，而且是非常清热、下火又下饭的一种野菜。今天就用这个黄荆菜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，不炒也不做汤，香辣爽口，超下饭。先把黄荆菜的老根儿掐掉。然后再把它放入一个大盆中，往里面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给它清洗干净。虽然这个野菜没打农药，但是有很多的泥土，要多清洗几遍。洗干净之后，放入篮子里控干水分。接下来把洗干净的小米椒切成圈，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把大蒜先切成片，再切成末。切好之后和小米椒放在一起，锅中烧上水，开水之后把黄荆菜放上，焯一下水，不要焯太久，大约1分钟左右就可以。这个季节趁着这个黄荆菜嫩，我们可以多采一些，把它保存起来。到了秋季变成野草就不能吃了。像这样烫过之后，再放在冰箱里冷冻保存起来，4季都能吃到新鲜的黄荆菜。不管是凉拌、包饺子还是包包子，都非常的好吃。时间到了，给它捞出来，过一下凉水，不烫手的时候，把黄荆菜给它攥干水分，攥好之后放在案板上，留下今天要吃的，剩下的全部放凉之后，准备一张保鲜膜，把攥好的黄荆菜用保鲜膜一个一个的包起来，排除里面的空气。像这样就可以，全部包好之后，再放在一个保鲜袋里面，把口系好。像这样放在冰箱里保存起来，放1年都不坏。吃的时候和新鲜的一样，随吃随取，非常的方便，怎么吃都好吃。再把今天要吃的菜团稍微的给它切一下，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，然后放入小米辣和蒜末，淋入刚烧开的热油，炸出香味儿。往里面放入1勺生抽，半勺香醋，倒入少许的食盐，盐不要放多了，因为这个黄荆菜本身有一点的咸味儿。再倒入适量的香油增香，然后用筷子翻拌均匀。我们要多搅拌一会儿更入味儿。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点赞和每一个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装盘了。一道清脆爽口的凉拌黄荆菜就做好了。夏天多吃一点，特别的去火，开胃又下饭。虽然是一种野菜，但是吃起来非常的爽口好吃，营养又美味，再配上1碗米饭，味道真的是绝了。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天热我们要多喝西红柿鸡蛋汤。做西红柿鸡蛋汤，有的人水开之后直接倒入鸡蛋液，那就是大错特错，难怪不好喝。今天教你一招，让你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。做法超简单，新手也能一次成功。首先准备2个刚摘的西红柿，准备1个勺子，在西红柿的周围刮一刮，用这个方法给西红柿去皮，非常的简单又快速，不用水烫。刮好之后，用刀从底部打上十字花刀，然后把西红柿的外皮撕下来，接着给它切成薄片，
注意底部不要切断。再转过来给它切成条，最后横过来给它切成小碎丁。这样切出来的西红柿丁大小均匀又快速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空碗，往里面打入2个新鲜的鸡蛋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这里我们要多搅拌一会儿，最后搅拌成像这样的拉丝状就可以了，先往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香菜，切成小段，再准备几个小香松叶，把它切成小圈。全部切好之后放入汤碗中，再往里面加入1勺胡椒粉，1勺芝麻香油。汤香味美的关键就是这个新鲜的虾皮儿，它的含钙量非常高。平时煮馄饨、下面条、煮汤的时候放一点，味道特别鲜美。放好之后先往一旁备用。再准备一个小碗，往里面放入1勺淀粉，再加入半碗清水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给它调成一个淀粉水。搅匀之后先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倒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加入切好的西红柿丁，开大火不停的翻炒。想要西红柿快速的出汤汁儿，可以加点白糖。炒出汤汁以后，再根据家里面的人口数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开大火把汤汁煮开。水开之后，切记不要直接倒入鸡蛋液，咱们先淋入淀粉水，使锅里的汤汁变得稍微浓稠一点。这样做出来的蛋花不仅漂亮，而且口感滑嫩，特别好喝。淀粉水可以分次少量的放入，边倒边搅拌。把淀粉水搅匀之后，再加入1勺食盐调一下味儿，再加入少许的鸡精就可以，其他任何调料都不需要加了。这个时候再淋入鸡蛋液，鸡蛋液刚倒入锅中，千万不要动它。等鸡蛋液定型之后，用勺子轻轻的推动几下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做出的鸡蛋花非常的漂亮，看着也非常的有食欲。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用内发丝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点赞和每一个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搅拌均匀就可以关火出锅了，给它倒入汤碗中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西红柿鸡蛋汤就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看一下，蛋花特别的漂亮，看着就好喝。这样做出的西红柿鸡蛋汤，汤香味美，一家老小都特别爱喝。关键是做法也很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